高峰的基本功是不是像老郭说的那样优秀？不是像谁说的那么优秀，而是他本身就是优秀。名师出高徒，他是范振钰先生或范大爷的徒弟。贾伦谈起高峰赞不绝口，直言名师出高徒。那么高峰究竟有何魅力，让同行都自愧不如？这还要从他的成名之战说起。2005年，闯荡北京多年的郭德纲终于崭露头角，他急着证明自己，总想着荣归故里，给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一记耳光。于是同年11月份，他就在天津筹办了一场省亲演出。这一天，所有人都非常兴奋，郭德纲更是提前一天赶到天津准备相关工作，大队伍则第二天集体出发。可就在演出当天，突降大雾，所有人都堵在高速之上，哪怕他们连忙换乘火车，也要比演出时间晚。独自站在后台的郭德纲焦急如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高峰的出现救了他。虽然说当时高峰没有听过《西征梦》这个作品，但凭借自己优秀的相声功底，不仅接住了郭德纲的包袱，还成功拖到大部队抵达剧场。不少钱了，这要都换成日元，跟吃饱了撑的似的。我能数到80岁生日啊！换这个干得过，换成钢板他妈就埋了啊！高峰经此一战，成功受到郭德纲的重视。不过高峰并没有因此骄傲，反而更加努力地练习基本功，并且干好郭德纲交代的一切工作。之后，高峰因为这份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，成功当上德云社总教习，负责德云社的学员的学习和选拔工作。可以说，高峰是德云社除了郭德纲和王慧以外地位最高的一个人。因此，郭德纲也称高峰为自己的2员大将之一。德云社，2员大将，高峰老师，岳云鹏。你要是出去干商演去，咱实话实说，同着高老我也说，高老在台上打不过小岳。郭德纲不仅嘴上这么说，现实中也是这么做的。一次德云家宴中，高峰进屋就往角落走去，郭德纲看到回身一个请的动作，立马把人叫住，让其坐在自己的旁边。要知道，郭德纲的另一边坐着的可是于谦儿，哪怕是岳云鹏都挤到了角落上。由此可见，郭德纲对高峰的看重。